你们非常辛苦，这几天都驻守在这里。万一再有台风来，又大雨包的强降雨，在基层他们不断在讲这个问题。在花莲光复糖厂中央灾变中心救灾说明记者会，神隐2场花莲县政府记者会的徐榛蔚现身了。傅昆萁这回也先举手再提问，反观不久前2人同框。都是我们在救灾，好不好？大家都院长在救灾。如今3人镜头前不吵了，专注在花莲到底需要什么。沟里面的可能有一些需要厂商来做的，说你这里有一个。但视察到一半，灾民发生抗议，原本还在镜头前的徐榛蔚默默飘走，留下卓荣泰独自面对。我们要听到。我们协调手在这里。那看起来数量还不够呢。我们每天2次的工作会议跟县政委会密切的来对接。而花莲县政府前进指挥所和中央灾变中心总是在同时间相距仅300公尺的地方开记者会，形同双头马车，救灾难整合。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手边第一位，新北市议员周冠廷，5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政治学教授范志平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好，那当然还是会关心说在，花莲光复所有的，因为这一次的那个溢流以后，所有后续的一些状况怎么样，包括处理灾民的一些状况，所有这些，尤其是那个堰塞湖到底又该怎么处理？蓝绿之间骂成这个样，好，那大家会看说，那到底问题是怎么解决？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你会注意到，好，那包括柯文哲柯前主席案子，当然还是要往下走，包括上礼拜沈静天出庭，可是就算是这样，因为上礼拜北检已经不抗告了。不抗告以后呢，包括柯前主席在出庭啦或各方面，当然就有很多的一些的空间，而且在这个时候，因为发生了花莲这事，任俊是那对柯前主席来讲，当然也要关心人民，所以呢，他又讲的是，就是蓝绿之间，他就讲老百姓不要看到这个样子，然后甚或也讲到，就讲说，对，政府不就应该照顾人民吗？不是去折磨他，把所有他的一些情绪反应什么，全部都摆在这次里头了。我觉得，当然柯文哲的这个司法案件哦，这几天因为这个花莲遇到这个所谓的灾情的部分哦，大家比较少去关注。但柯文哲的整个的状况，包含金华城或政治现金案，现在其实都一直在调查当中，而且每一个庭基本上会询问的方向都不太相同哦。当然，对民众党来讲，我看到黄国昌还是一直在批评，就是说啊，你检察官一天到晚在考验人家记忆力啊，那个沈庆金那个啊，你也不是问他说这个后面有问题的那一块啊，你就问他前面又没在你起诉范围，他说这个根本是在乱搞，所以他说他看不懂检方在干嘛。不过很多人也不太懂，就是黄国昌的讲法，其实很多人就觉得说，那一个一个厘清是有什么困难的。不过柯文哲是比较特别啦，因为之前大家一直注意柯文哲的身体状况啊，我必须讲，就是说我们自己从事媒体这么久，在司法案件里面去问说他比较私密的那个病情，其实真的很奇怪。但因为柯家人一直在做这个操作，好，但问题来了哦。因为在这个上个礼拜的时候，有一个时间的一个变化，有一个事件的变化，就是北检决定不抗告。对，你在这之前，大家会觉得说柯文哲会乖到什么时候？乖到北检的那个抗告时间过了啊！如果真的不抗告，柯文哲会恢复原状，但没有啊！你可以看到柯文哲在出庭的时候，事实上还针对花莲的这件事情做了你那个表达。如果不把他那个什么司法案件其他的东西放进来看，我真的觉得他那个说法有点像曼德拉了啊！对，而且你看他是直接讲，人民不想看到谢哲吵闹，就完全只打蓝绿两边。因为花莲这一次大家有看到嘛，包括中央跟地方之间大家这些，所以柯文哲在讲的真的就像你说的，浑然有一点曼德拉的味道。但我必须讲哦，这个对很多人来说，事实上就像我们在讨论嘛啊。这个阶段真正该做的事情是什么？是应该赶快要把这些所谓第一个受灾的，到目前为止还有失联的，那我们还是希望就最少到我们录影的这个时间点里面，对，那再来就是说已经有罹难的这些事情，你该怎么协助他处理？第二个是更诡异的啦啊！我现在用诡异这2个字。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台风哦，它事实上是在屏东这个地方，在那里转，对花莲来讲，花莲并不是直接受创的地区。甚至你可以看得到，在礼拜4的时候，其实很多地方就是它水都逐渐的退去了，
居然光复乡还传出来讲说，他们还有在继续在淹水的情况。那这个地方无大风无大雨，但是它水不断的这个出现。那如果你从那个地形的位置上面来看，它的堰塞湖在这个地方。如果从它马太安溪一直下来，光复啊，特别是这一次这个重创，大家讲说那个佛祖街的位置是在比较后段前段的这一大块都没有遇到这个地方有这么大的这个灾情的出现，但是最大的现在看起来统计上面这个死伤什么的，居然是在比较后段的这一段。我们等一下会关心花莲这一块，但是对柯文哲来讲的话，这个庭一路往下，他知道媒体上面他讲的花莲，他的立场很超然。因为白银在这里头，其实呢，当然白银在中间也有，好像有请他们花莲，包括像他们有一个委员是药师工会林君嘛，他们也说也要去帮忙。可是你只要讲了蓝绿两边，柯文哲只要把这立场一摆在这，某种程度在刚你讲的那个道德高度出来，然后接下来他这个案子本身，然后因为沈庆金本来应该在上个礼拜，那是一个重中之重的一个证人，是。但这过程因为花莲灾情，所以大家在这部分其实琢磨真的不多。是，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会回来啊，就是说你原来的北市府，因为北市府在这个案件里面有经过诉讼，对。那大家更好奇的，其实就是那一个转折，是你诉讼都赢了，为什么你突然还会去跟大家讲说，那我们再去研究一下的那种？因为他脱离了公部门，你知道公部门的人这个主持人应该跟很多公部人打过交道。是能省一事就少一事，更何况在法律上我是赢的状态之下，我突然想到说，不对啊，他来诉讼一定有他的原因，不然我们再回去研究一下。在我印象中，公部门很少出现这种情况。公部门当然迫于我只能说迫于无奈。小议员跟公部门打交道也很多，有很多公部门的人，因为他也担心，他就算做了什么帮了什么忙，结果到时候有人要摘他一个什么东西，午后制药先求不伤身体啊。好 ，OK，所以我曾经真的在诉讼上，就大家先调解嘛，调的过程有公部门的人是直接说，麻烦你们马上提告我们也不会提什么答辩，但是我的重点是法院判下来我们输。那我就马上把该处理的、该给的全部都一定赔。对，但是没有经过这一段，我们真的很难由我来决定这个，你知道吗？你完全那时候从诚恳的眼神里面可以感觉得出来。所以为什么人家这个案子那个时候大家一直没办法理解的就是这一块。台北市政府是赢的。结果还帮老百姓多想一些这个也是为民服务。好，我们觉得这个为民服务很特别嘛。但是这个疑点，其实老实讲。柯前市府的人，从这个案子被质疑到今天为止，从来没有人要讲。那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去研究它？第二个，回到沈庆金啊，沈庆金那一天出庭的时候也很特别，他直接说什么？你知道？他直接说就是那个检察官要我去咬柯文哲这个也很怪啊，就是说。因为他去研议完了之后，最后的结果我都讲，一定是先从最后结果嘛。因为你最后结果，他确实是有因此而疑似获利，而且获利的金额非常大，才会有往回推那个过程的一个情况。当然你有可能是未遂，那未遂不代表你没有法律上的责任。当然，你这只要中间有任何一个被认为说，你在法规之内。你有没有可能超乎其他人的想象空间？我就讲一个更简单，我明明不能，但我硬找一个法条给他，然后符合这个，你说我也合法，我也合规啊。所以沈庆基那一天在庭上的时候，他其实是完全否认行贿，然后直接讲说林俊彦检察官说柯文哲不是好人，所以呢要我咬他。沈庆基一定会跟柯文哲站在同一阵线，我觉得我是不怀疑啊，我是不怀疑。但是呢，沈庆金作证的时候还讲了什么，你知道吗？他说这个林清荣啊，在当时担任台北市副市长的时候呢，是欺骗了柯文哲。他用了蒙骗这两个字，他说他骗了柯文哲。他说为什么？他说我根本没有跟柯文哲澄清啊。他创了一个名词，发牢骚。对我刚才就想问一下，因为现场有3位议员，澄清跟发牢骚之间它的差别，发牢骚就是澄清。发牢骚，你给我容积太少了，怎么可以这样呢？郝文斌真可恶，3九2比较正式一点，跟苦手寒腰一样，有点不一样。发牢骚就是念一念而已，你不帮他做不会怎样。但澄清是他正确的任务给你，你不做他就会骂你。OK，还有啊，他只跟这个吗？
柯文哲发牢骚，有没有跟黄珊珊发牢骚？哦，有没有跟其他人发牢骚？那柯文哲就知道他的那个切点在那边了。发牢骚对我们民代表来讲就是心理咨商，听他聊，但我没有要去处理事情，没有要处理事情，对，只是听一听。柯文哲不是精神科医生，不是精神科医生，但是处理事情就是选民搞业务。对。那如果我是陈情，你就应该要选民服务。对，如果是发牢骚，你就心理咨商一下。对，大概是这样子。可是小虎哥，我觉得就我一个可能曾经澄清过的人来讲。发牢骚已经是澄清的一个意涵哦 ，OK， 已经是有点，不然我为什么不跟范老师发牢骚？跟他发没用啊，你跟发牢骚真的没用，不了事情啊。常常找我发牢骚，因为他是我的选民，我找很多人发牢骚。对，但是你讲的是啊，所以那个好了，也有人说是好朋友，如果那个政治人物跟那个跟选民是好朋友，发牢骚，因为。显然，沈庆金发牢骚发了15次左右吧。他们两个人见面，媒体上讲没有会15次，所以那个交情也有。好，这发牢骚叫陈情。范老师，你讲一句话嘛，虽然跟你发牢骚没用，没有他承认，他默认。因为我在这个场域，我是稻草人。你看，连牢骚，连心理咨商、情绪价值。老师的这个说法，刚好会让大家更好奇柯文哲。我在这个场域，我是稻草人。你看，连牢骚，连心理咨商、情绪价值。老师的这个说法，刚好会让大家更好奇柯文哲。对，因为一般来讲，你在发牢骚，因为我讲真的，我就公部门就是这样就发牢骚啊，好是我知道，就算了。对，柯文哲听完他发牢骚，是不是被他觉得搞得弄得很烦？我也不清楚，还是觉得他这个牢骚听着也蛮有道理的。因为到后来，你看台北市议会针对金华城所做的这个调查小组里面找到了一些公文，上面有柯文哲亲笔写的，有好几张嘛。那天这个媒体也有讲了嘛，对不对？他就是他有讲我们是不是要赶快啊，然后又合法然后赶快处理，他应该不会有废话或什么的。那给外界非常多的想象空间啊。你认为的是发牢骚，可是对柯文哲解读，他很认真看待你的牢骚啊。果然你们是好朋友，不会只有一般的交情啊。另外，在庭上针对那个210万，大家因为检察官大家现在比较认为，就是说你朱雅武吃饱撑着，没事自己拿一个210，而且你还传着简讯给别人说，哇，那个小沈很小气。我跟你讲，沈庆金对这件事情呢，他也有说法。他说呢，他被问到那210万，他说其实就是那朱雅虎弄的。他说是朱雅虎来建议他说，民众党成立是不是要捐点钱？所以他觉得基于这样就是说政党有第三势力是好事啊，因为也支持过这个第三势力，所以呢他跟助理提过。好，那现在问题来了朱雅虎的那一笔钱，如果按照沈庆金的说法，那表示是沈庆金这边，因为他说他跟他助理提嘛。所以那你正常的捐法，我讲实话，你公司给就公司给啊，最少100万可以，对嘛？为什么要拆7个人？没理由。再来，如果按照沈庆金的说法说，朱雅虎明白讲的是民众党成立是不是要捐点钱？我要赞助第三势力。那又请问为何会有柯文哲口中那个简讯？你朱雅虎没事你就讲我捐给民众党就好了嘛。从头到尾有提到我捐给民众党吗？没有啊。没有。你沈庆金的讲法是朱雅虎跟你建议，所以你觉得要有第三势力？做事情一定要拐弯抹角吗？一定要不能讲吗？好，你不能讲说你捐给民众党，但你没事提那个大家很好奇的金华城相关这些东西干什么？就你正事不干，然后你去提别的，那就回来问啊。那你朱雅虎跟这个沈庆金到底谁的说法是对？第二个，沈庆金，你认为你的牢骚到了北市府正式变成行政作业流程，而且最后达到了这些，哇！我觉得大家应该会发现到，原来发牢骚比陈情有用啊！我只要去他旁边，但问题就回来，那要看什么人发牢骚。对，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在这边发牢骚就算了，有多少人可以跑到柯文哲的耳朵旁边去跟他发牢骚，而且发牢骚发到柯文哲愿意说，这样子，而且给你120亿的楼地板，是不是？OK。可是这一次，来范老师，那好，因为花莲所有这些，我们等一下会大家在讲说这一次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怎么样能够让灾区能够尽快，而且尤其是那个椰子湖后续的状况不要再发生什么情。可是现在看眼下。
当大家会关心这件事的时候，柯文哲当然身为民众党前主席，他当然也会关心。只是当他出来的时候，当他讲到说，就特别提到人民不要看到谢哲，不要看到那什么吵闹类似这些的时候，显然他知道蓝绿两边在这里面一定都有角色。我这样讲，蓝绿都打到。然后同时，大家有人说他是一个所谓的政治动物，所以呢，他也知道整个司法现在某种程度，大概已经是对他来说，大家都讲说那个判决出来，他可能也不会在乎那个判决到底是什么了。现在他已经有无敌心性的感觉了，所以柯文哲真的是能够利用到每一次的机会，甚至连花莲发生事情讲的事情，他都可以，然后变成自己的护身符吗？对，我觉得柯文哲这个案例啊，其实是可以写一个博士论文。因为他在台湾的政治史上，大概没有你很难找一个人可以跟他相提并论。哪怕你说台湾第三势力最厉害的人是谁？宋楚瑜嘛，对不对？我们知道2000年的大选，后来2004年他跟这个连宋和，但是我觉得宋楚瑜的那种支持者跟柯文哲又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年代不一样，因为那个已经是25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没有网络，那时候没有 LINE， 好，所以我觉得柯文哲他创造了一个，而且他又跟所谓的宗教的这种模式有某种的这种结合，就那种粘着性非常高，然后排他性、攻击性，所以你看在网络上现在柯粉是会直接攻击的，所以我觉得柯文哲虽然我们都知道，从理性来讲，因为他的司法案件，其实大家都知道他大概很难逃，但是在感性的层面上，他其实是可以凝聚那种既讨厌蓝又讨厌绿的那种情况。因为我们知道，就台湾到今天为止的这个政治的情况，第一个就是说，那种就刚我们讲花莲的事情，就是现在变成说信傅昆萁的跟反傅昆萁那是坚壁清野，非常明确。那其实这种政治的对立程度不是在台湾而已哦，美国也是哦，现在全世界都这样，就这种对立激烈的程度非常明显。就是以前可能就是说，这个正反意见大概还有一个灰色地带，那地带是比较大一点，然后正反都有，例如说美国民主党、共和党或左派、右派都有。现在变成说那个对立的情况，那个中间的灰色地带越来越小。所以你看，包含像美国的这个支持川普的那位年轻的讲师，就被杀掉了。对，所以我觉得台湾也是，现在也不是只有美国，台湾也是如此。那这给了柯文哲一个很大的空间，就当蓝绿都各有支持者，而且对立很激烈的时候，他开始找出了一个另辟蹊径的一个地方，就大家都对蓝对跟绿都不喜欢，所以你看，连花莲的事情，柯文哲都可以出来讲话。对，他只要出来讲，然后讲到刚那个画面的时候，对于所有本来对蓝绿，其实柯文哲的崛起当初就是，对他的词比较难听啦，就是蓝绿都是。对，范老师说的，对他，所以尤其像花莲这件事，平心而论，中央地方都有要做事，都有一些状况，是不是该处理，都是这样。但对他来说，他只要讲老百姓不想看到你们这个样，对，就一次把两边全部都打挂了。对，你可以说他现在是一个比较，如果从批判的角度说，他是比较民粹，但是如果你说比较务实下，他是比较庶民，对，他是从庶民角度去看。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今天就是说，其实台湾的确就是有一批人，他其实是对现况是不满的，然后他又没有办法做改变，然后他可能对蓝绿都不支持，那他就变成是柯文哲的这种中间派。你说我们刚刚讲过，像宋楚瑜的支持者，其实还是从国民党出来比较多，他是比较偏蓝营的。但是你看柯文哲支持者，其实他真的买单国民党吗？两岸这一块他不会买单但是他。对这个民进党，他某些做法他不接受，他甚至认为民进党现在这两人跟财团的关系等等，或者是在司法的问题上，所以我觉得柯文哲的这个现象，我觉得他不会短期内不会消失。那柯文哲他也知道他的支持者在，虽然我认为他的中间草这一块，因为他的司法案件是有慢慢走掉一些，但是他的原本的支持者，他的基本盘是越来越粘着，而且越来越巩固，而且越来越排外，那这种现象，我觉得柯文哲当然要利用啊，因为他你说花莲的事情跟他有关吗？无关，可他一定要讲话，讲话之后他就有声量嘛，所以我觉得现在这种社会就是网络社会，就是你最怕是没声量，没声量就很麻烦。例如说像黄国昌，他为什么他最近大家看到他这个整个这个好像面容啊憔悴啊，因为他的声量被阿伯抢走了嘛，
所以你现在比如说柯文哲一出来，他会蹭这个目前的时事，他就有声量，有声量他就不管这是好的声量或坏的声量，有声量就是好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就变成说，像黄国昌他就糟糕，因为他现在声量被阿比亚抢走了。所以我觉得柯文哲他的确是我们讲风头浪尖是很重要的。而且他有那个敏感度，他知道这个时候我该表态 ，OK，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柯文哲在台湾政坛到目前为止，你们不能去忽视他的一个最大原因。柯文哲现在重新让民众党回到一个最有利的局面，我不是蓝，我也不是绿，我是最好的第三势力。这件事情是当时白色力量崛起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利基嘛。那为什么我说这是他最好利基？执政县市除了新竹，没有一个是白的，中央不是白的，是绿的立法院多数党是蓝的。以花莲这个案子为例，当然，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傅崐萁、许正辉在胡搞，但是国民党他们当然也找到一些你们立委啊，然后中央啊怎么样，就两边是可以攻防的。可是今天因为就不是关柯文哲的事，更不是民众党的事，所以他可以跳出来讲啊，不要在那边吵来吵去。当评论员很容易，可是当没有执政的评论员是现在的民众党最好的角色啊。我当然讲出人民心声啊。说实话，两边在那边吵。对于人民来讲，无论谁对谁错，都已经先各打50大板嘛，所以他就站住了这个点，这是他第一个重新让民众党找回他的角色，这是有别于黄国昌领导的民众党哦。如果今天是黄国昌主导，黄国昌出来讲话，他不会讲不要在那边吵来吵去，台湾应该以救灾优先。黄国昌的民众党会怎么样？帮傅崐萁骂中央，是吧？孙姐是黄国昌有讲话啊，对啊，他有直接帮等于比较帮傅崐萁，他有直接骂中央，对不对？黄国昌他绝对不会骂他绝对不会骂大骂那个民进党政府，可是柯文哲会假仁假义，两边都骂。这很不一样哦，就是所以就有趣。你看5哥，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柯文哲的讲法，黄国昌讲法我们没有讨论他了嘛，因为你就把它当成是国民党的讲法当中的其中一支，是吧？他讲的跟国民党没有差别啊。今天我也有差别。你这样讲不对，因为柯文哲讲以后，黄国昌就不讲了。不讲啊，是啊。但黄国昌比柯文哲早讲一点了啊。但柯文哲他还是民众党真正的实力派嘛，他就定掉了。你看小草会怎么想？小草就对呢，我们民众党就是这样，蓝绿要各打50大板，所以角色第一个改变。第二个，柯文哲的身份有他独特性嘛，讨厌柯文哲的人觉得他是贪污犯，喜欢柯文哲的人觉得他是受难者，就他以一个兼具这2种贪污犯加政治受难者的角色的这双重身份，他可以两边去找到自己的角色啊。那所以我觉得综合这2个点的状况底下，未来我大概可以判断了，台湾我们当然都希望风调雨顺，可是各个执政县市或中央或地方各种的状况发生的时候，柯文哲会重新出来，变成当年他最擅长的，就是不关我的事，可是我评论切的角度能够让人民觉得，哎呦，这个民众党不太一样哦，就他要的就是这个角度。柯文哲会重新出来，变成当年他最擅长的，就是不关我的事，可是我评论切的角度能够让人民觉得，哎呦，这个民众党不太一样哦，就他要的就是这个角度。OK， 但或者你换一个角度看，如果要是对柯文哲来讲的话，讲到这些，他真的厉害，包括拿捏那个氛围。对。但你问到案情的部分，当然案情有很多，因为现在都已经公开审理了嘛。可是从以前到现在，有很多都是因为。为什么会陷入焦灼？他都跟你说他不知道、啊。对，那不知道怎么办呢？那就只能慢慢查啦，就是这样啊。其实应该就这样讲哦。定期这一招也没有用。装傻没罪啊，傻有什么犯法的？我就不知道啊。没罪要加白甜才无罪。傻白甜吗？但他也不白也不甜啊。他民众党是白色，但他本人不白。但你不要打扰，你不要理他。对。然后我其实会觉得他们现在不管是柯文哲或沈静晶，其实都玩了同一招。我想讲的，我只想讲我想讲的；我不想讲的，我都给你定清，我就装傻。比如说沈静晶，他就说嘛，我是发牢骚嘛，好，那他发牢骚的内容是什么？他说其实啊，我就是抱怨监察院啊，我就是觉得那个容积奖励为什么这样给我弄不给我啊？我就是觉得反对金华城的台北市副市长林清荣，我就发牢骚啊。我想请问一下。你找林清荣的直属长官，去发牢骚说你这个下面的下属反对我，你这叫发牢骚吗？
你这不叫发牢骚吧？你其实是有目的性，尤其是政治目的性的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陈情。好，他不承认他是陈情，他说他是发牢骚，但是他做成了什么事情？他让柯文哲写了一个讯息 to 林富 from 柯文哲，微经小审给我一份陈情书。我问他为何不一次提出？现在是560%已经通过，现在又变成是687%，你确定看看？我是看不懂。你的牢骚听在柯文哲耳朵已经变成的是陈情啊，而且你不是嘴巴讲，你还给他了一个信。所以呢，柯文哲把你给的这个陈情信，然后转给了林富。好，针对这个检方提出来这个陈情信书，我没有印象。这也不是陈情信，这是说明书。连你收的都觉得你这是陈情信转给林清荣了，结果后来他还有脸说这不是陈情信，这是说明书。所以你知道吗？支持近乎勇。然后不支持无耻近乎神勇，谁无耻？那大家留给大家自己去判断，因为很清楚的，你的牢骚在别人，你已经形成文字，而且是交付给这样的人了，所以怎么可能会任你在那一边鬼扯？你的任为什么？这不是不可能。可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很匪夷所思？问题是他们就是有这样子的底气去跟你这样说这样话。柯文哲也是啊。柯文哲，你问他所有问题啊，我都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容积奖率的事啊。后来被人家发现说你不只知道，你还叫人家赶快去尽速去促成啊。东西出来之后没有啊，这都是这个所谓的都委会他们决议的啊。但是他说都委会都通过啊，也合法。问题是明明就是有委员不断的提醒你，不断的告诉你这是违法的，是你忽略这所有反对的意见，然后硬是直接通过。所以今天有一个王家俊，就也是我们以前媒体人，他也写了一篇文章，他说。他写了不是王家俊，另外一个他写了一个评论，他写的评论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其实不需要跟你进入这么细节的东西。检察官提出来这个东西是不是犯罪程度到哪里，证据这也是检察官的责任。我们一般的读者或是我们一般人，我们只要搞清楚，或者是我们只要知道一件事情，你的一个台北市长的你的职责是什么？你的职责就是依法行政，但是你今天竟然已经跳脱了这样子的一个常规，大家知道的常识就是依法行政。你为一个财团特别去制定了一个任性什么什么的都市城市，然后奖励相关的方案，你量身定做，你开后门，你为他特别的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道路，然后让他可以取得市值120亿元的容积奖励。就我们所知，你就已经不寻常了嘛。你跟他关系匪浅，你跟一个恶名昭彰，你跟一个大家那个在所有不管是财经界或政治界都知道的一个评论名誉不是很好的一个财团，然后有非常密切的一个联系，而在密切联系过程当中，他对你发牢骚，所有的牢骚都帮他也促成了一个文字，促成了行动，帮他拿到120亿元，不管有没有行贿，不管有没有资金往来，不管有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你这件事情你已经图利了。所以我觉得不用，就是现在让我们觉得很生气的一件事情是，大家都知道，你是市长，你盖那个章，你坐那个位置，人民是要为你把关，而不是这个怎么样说瞎话。然后呢，对于所有可能涉及违法的东西，我不知道啊，我怎么知道啊？都是他们傻白甜装无辜。那如果你是傻白甜装无辜，我来就好啊，我又白我又甜，虽然我不傻，但我可以装啊，你也都装啊，157都装啦，对不对？第七那有什么难的啦，对不对？那如果第七就可以当市长，范老师马上第一个。你看，你有的 level 应该可以当总统了。所以啊，我就觉得这种东西不要再去搅什么蓝白什么的政治，没有就尝试，对不对？所以这个对就是这样，我觉得要放下屠刀，好不好？对，我现在终于知道，大家讲完以后，对陈情跟说明跟牢骚，我大概知道了。陈情是我希望你，我有想法，我希望你能这样做。说明是
我是被动式的，你有疑问，我帮你说明一下，是这个样。牢骚呢，就是对拉迪赛，就是随便讲讲，你可以不要理我。OK， 所以以后呢，我不知道会不会出现很多人在陈情文上面都写牢骚文，就送上去。对，反正你就不要理我。那以后出事我没有要求，我只是发牢骚。不过我跟我讲个实务上的问题哦。我们常常会接到很多陈情信嘛，我们民意代表。对啊。那有一些民众会这样子哦，就写信来、写简讯来，还是当面讲了一堆事情，最后讲冠廷，我也没有你帮我处理什么，这种我才把它归类为牢骚。对。如果是讲我说，你看这个市政府这么恶质，这样，你要替我伸张正义，这就是要我处理了嘛。所以如果柯文哲要把认定是牢骚，沈庆金要多加一句。但我没有要，我没有你处理哦，我只发牢骚，怎么可能呢？可是我跟你讲啊，这个就听了有关系嘛。比如说，我一定会找能帮我解决的事情的人去澄清嘛。你会去找范老师？范老师这个纯粹就牢骚，他就是个牢骚，那是牢骚，因为他没有能力，他没有能力，你没有能力解决。你讲3次，怕大家不知道啊。但是如果我跟小平哥，我跟冠廷然后我跟我们于将军，因为他们是有能力，而且是可以帮忙解决的，所以我才会去。这个当然就是陈情成分。可是就听的人来讲如果这个对我没什么好处，虽然我有能力，但我不一定要帮你呀，我就把它界定成是牢骚。但是如果我帮你去干嘛了，我把它澄清了，我把它转交给我副市长了。这个就已经完全不是牢骚，所以我的外号叫福德坑，掩埋场，垃圾桶，掩埋场，请大家把垃圾丢过来。你不要变焚化炉就好。其实关键是他要把这个所谓他的牢骚转条子给下去，这个就是在处理的。对啊，因为过程当中，小平，你看过很多，包括这个过程的时候，有包括便当会，然后有条子这些，因为你是举发，你很清楚这些过程。而这些过程，刚刚大家所讲到的，但是即便这样子。对柯文哲来讲的话，有很多东西你看到，包括跟沈庆金之间，在上个礼拜所有的在结辩之间的，要不就是不知道，要不然你问，就算问他15次，沈庆金跟柯文哲，因为到这一次大家才清楚知道有15次，好，你不管是不是叫密会，然后就是那个碰面，所以交情一定是有的，只是那15次，然后到底谈了一些什么，而这所有东西他也跟你讲不清楚，我怎么会记得这么多次？而对于沈庆金跟他所有那些回文，只要说那不是个陈情，现在见几次大家也不会承认，是不是陈情也跟你说不是，都是牢骚，大家都只在躲而已嘛。千万不要把这个真实关说的真相用法庭来做界定，法庭一定是脱罪因为被告可以说谎是无罪的嘛，对不对？是吧？好，不用自证其罪。是，我这个陈情还是牢骚有2个重点。是我们今天不是单纯讨论陈情跟牢骚，对，我讲他不是，他叫打枪打林清荣的枪对啊，因为林清荣一直从林清荣560从监察院的那个刘德勋对，等于压迫，然后市政府从郝龙斌这个跟王宝钏一样死守寒窑每天数绿豆就给你39256你都不给，好不好？这应该赞扬一下这个保护土地的郝龙斌。那个监委刘德勋都还没有查他有没有犯罪，干嘛？就刘德勋因为他去跟监察院澄清说392是违法的，560才合法的，大概这样子，所以后来就顺势就变成560了。好，那560就变成678，还变成840等等。好，重点是什么？林清荣是谢晋元死守4行仓库，就是我不犯法的情况下，我绝不放，因为监察院给我施压，我就勉强给你560，那接下来怎样？就是林清荣下，彭真生上，彭真生敢给600多跟840，好，这第一句话。第二个转折出现了，那叫做黄珊珊，所有的变化最后变成840840怎么样？竟然给足了30%的容积转移，然后也给你的20%的非法容，等一下多了50%，量体50%很大。好，然后2019年11月，台北市的悲剧发生了，因为黄珊珊当了副市长，那进入了便当会。2020年3月开始，11月4个月之后紧锣密鼓，有了黄珊珊之后然后黄珊珊跟他便当会这个公务副市长没来，彭真生没来，你开什么便当会？1、2次都没来嘛，不管，那开了就让他进去了流程，拿到容积等等。所以但黄珊珊是个律师，很厉害，他关键的时候绝不签名，所以他没有犯法，抓不到他的犯法。可是他是严重的败坏官箴。
黄珊珊是个律师，很厉害，他关键的时候绝不签名，所以他没有犯法，抓不到他的犯法。可是他是严重的败坏官箴。你知道就是3场便当会。小平，请问一下，你现在继续讲这些，在你们党里会讨好吗？哦，不是，因为包括我刚刚讲到，对于为什么民调对柯文哲有没有受到所谓的政治的迫害啦，或者什么，蓝营的支持者比以前显然认同的比例是高了一些。我讲的是可能压的时间长啦，或者什么这些。可是时间长，这样就表示，包括好人都讲说，那成年人大家自己讲话要负责。你继续这样讲，对你们党里面。尤其蓝营的一些人，现在显然蓝营的人看柯文哲顺眼的人越来越多吧，应该是吧？今天的节目发生了以后，就产生重大的变革改变。真的吗？你刚刚问姚慧珍什么题目？问那个范老师什么题目？哈，我跟你讲，请问你他现在是不是想复制阿贝？这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哦，天大的转折点，从你今天节目开始哦。2014他怎么赢的？是不是推倒蓝绿高墙？那个时候他是不是清清白白的一生，是吧？是。那现在是不是这个涉及贪污快被判刑的是前市长的收钱清清白白对。然后他是不是他忘记是已经就比较肮脏了，可能快判刑了，还是复制2014的推倒蓝绿高墙，是吧？对吧？你觉得他现在还是要复制2014？是，当然嘛，你看。今天黄国昌是不是跟我们合在一起，在打那个民进党？那叫蓝白合。他不是，他不要蓝白合哦。阿北不要蓝白合，我蓝绿都骂哦，包含那个台风，那个堰塞湖的事。是那这样国民党喘一口气，你知道吗？为什么？来，请问你，我们最怕民众党什么？年轻人都投他，慢慢腐蚀我们中老年人的根基，这是国民党最怕的，同不同意？各位同意哈？那现在中老年人的票不给你啦，你打我，我还给你，我跟你又不是一国的，就中老年人的想法，那我就那我们的候选人如果够强，卢秀燕有没有比阿贝强？有没有比黄国昌强？有吧？好，所以我们固守以后，然后再看你的年轻人，那你年轻人就很欣赏阿贝棒哦，年轻人也不是很喜欢国民党，很讨厌民进党，好不好？拿那10%，那请问你这个现在目前这个态势形成，就是有汉格之处，就是有一个界限的。OK， 我不敢说楚河汉界，但总有个鸿沟在。那接下来呢？此时此刻是几月？这个时候是9月底，对不对？那到了1月，你觉得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会不会判刑？会吧？我认为判个20到20几年吧。我觉得加起来，你觉得？土地4条，土地违背职务受贿，然后公益侵占。以及政治献金违法，好不好？这4条，那是不是可不可以选总统？不行。当他不能选总统的时候，当我不能选总统，我继续推倒蓝绿高墙，他可以做副总统，就黄国昌，他是蓝白合，形势会变。这个叫做什么？这叫黄国昌跟柯文哲现在不同调，但形势变，形势乃1月判决，以及比气场，请问你，阿贝1月如果被判刑的话，有什么力量把黄国昌主席拉下来？不容易，同意吧？我们面对现实，那我只要在位置上的时候，那情况又不一样，所以那是新的，那是个新的大的概念。所以最后一句话，这是做了一个重大的错误，以他的政治影响力，阿贝推倒，因为堰塞湖回到2014的阿贝的时候，真的完全辜负了这个赖清德以及减掉对他的打压。化为乌有，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我知道五哥在担心小平议员什么了哈，但其实小平议员的切点非常精准。我认为小平议员这个不会有五哥该讲那些问题。为什么？正传媒的民调很清楚啊。虽然说有这个很多人觉得说好像有政治力去介入，这个是他们操作成功，虽然我认为没有。可是另外一部分，连民众党自己的支持者。连认为有政治力介入的人也非常非常多，认为柯文哲不清白啊，而且认为柯文哲不清白的人远大于清白的，就这个是事实，就是说柯文哲在搞金华城这件事情，连他的支持者认为对的，法律上是有问题的。小平议员到目前为止，他揭露的点哪一个不是台北市议员该做的事情？为什么我要讲这一 part？ 我分享一个民进党内的故事。前一阵子不是劳动部谢宜龙的事情，第一个揭露的是谁？是我们新北市民进党议员李宇翔。对，李宇翔，五股泰山林口的议员，这个事情搞到什么时候？搞到部长倒台，搞到那个谢宜龙现在吃官司。
这东西如果说人民会觉得说，哎呦，你同政党的还是说你们友军就应该要这个把包这个应该要让他包庇的话，那李宇翔就被骂翻。可李宇翔没有啊，李宇翔在地方大家是肯定，你当个民意代表，遇到这种事情就是该骂就骂，骂到一个部长倒台。所以我觉得一样的状况就是。我觉得小平哥，你看哦，他每一次在什么羁押什么，他还是替蓝白的讲话嘛。可是，在法律层面，就是在有没有图利、有没有贪污部分，这是一个民意代表该做的事嘛。来这样，我要补充一点哦。其实小平哥刚刚讲的，我要帮他说明一下，他不用去担心他的未来。很多人担心他的国民党的未来，或者他未来他国民党对他支持不会改变。我要告诉大家，为什么很多蓝的支持者现在是支持柯文哲？不是认同柯文哲在金华城在政治现金、公益侵占的问题，他们是不认同的。你去问他说柯文哲有没有 A？ 有啊，当然有 A 啊。那你有没有支他？因为什么？可以透过柯文哲来打赖清德，就这么简单呐。所有这些蓝的要支持柯文哲，不是支持他没有犯罪，不是支持他没有嫌疑，是因为透过柯文哲来打赖清德比较有利啊。你透过朱立伦打赖清德行吗？没利啊。你透过郝龙斌来打柯文哲，打赖清德行吗？没有啊。国民党现在台面上所有的参选党主席的人，哪一个可以当成那个用一个扳手那个支点那个石头啊，把赖清德敲走啊？只有柯文哲啊。所以柯文哲的目的就是那只杠杆原理里面那个石头，你知道吗？那个石头没了，你就扛不动了。可是小平刚的论调已经再往前一步了。小平刚的论调已经到了，我是政治推演。对，当然。那本来大家就讲的就是这样嘛。那既然变成是目标都在赖清德，对，所以呢蓝白之间，我不管喜不喜欢你，讨不讨厌你，某种程度那个是次要敌人、主要敌人的问题。可是小平的意思已经是他觉得阿北的心情不太一样，最起码跟黄国昌不太一样。不一样。他觉得他要回到2014，把蓝白之间把蓝绿之间再海 K 一顿以后。白银俨然真正的是国内第3大势力，甚或有能力可以独挑总统大梁这一块。对不起，土壤有植物病虫害的跟以前不一样。对，你觉得这种，但是你觉得他的心情现在觉得不是要把自己再回到这样，他认为他还是2014的能耐人会高估自己嘛？但不是那样的形式，不是。我补充哈，柯文哲的价值在哪里？在蓝跟绿，蓝是个大棒子很粗，绿是块大石头，你推不动，你用棒子去顶手顶不动，就缺那个石头一个支点，才一个杠杆原理嘛。那可是那颗白色的石头，如果大到跟民进党一样大，或者粗到跟木头一样粗，那没有杠杆原理啊。2颗大石头哪产生力量啊？所以白的长不大，长大就没力，小才有力。长大它变成第3势力才有力。他如果变成第2势力就没力了，因为第2势力国民党就灭了嘛。所以说柯文哲现在想回到原点，想回到2014那个关键的那个石头。就是我不一定会当选，对，但是我可以让你们谁都不当选的那个。我要成为那个关键的那个支撑点。OK， 就是他一直在他的战术就一直讲，柯文哲一路走来没有变过。如果变得跟黄国昌一样，你直接白色的石头变成蓝色的石头，融入了没用啊，一点用都没有啊。我必须要不一样，所以他当时一直在讲说，我告诉你啊，我是关键的势力哦。2024年谁当选，我决定，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啊，就是我能够当选，我可能没那个力量，我导弹啊，我绝对够力。所以柯文哲透过这一次光复乡的事情，你大家看他讲了什么话？他在法庭上哦，他说救灾优先了。而不是在吵吵闹闹啊，这不是人民想看到的。那法官说，对不起，这跟这无关啊。可是无关，他讲犯不犯法？当然不犯法，不犯法啊。那旁听人就会登出去嘛。你看阿北，阿北还心系灾民，面临这么大的官司，他还在心系光复乡的灾民，这跟黄国昌的高低、跟傅昆萁，甚至跟卓荣泰，一比就不一样了。阿北好棒。我补充一段，20这个04是不是2颗子弹？对。我们民调从那个56比28，阿扁28，连送56，然后最后输了，最后是2万多。我讲个秘辛给你听，这个节目啊，8大佬当然有，那郝柏村他们就是支持，叫做马英九是那个时候马英九是台北市长，叫马吴配吴敦义，我讲2004，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个连送民调出来赢，可是推最强的组合是对的吧？马英九比连战强，大家同意吧？那时候的如日中天的马英九好，但8大佬有人泄露了。所以呢，连宋马上就和了。你知道这是党内的问题，综合的推力是有人泄露了，是连战的人。有道理。那请问你那个时候的选举当后来就输掉了，
输掉以后，宋楚瑜弱了一些。那请问宋楚瑜为什么迅速这个弱化？是因为国民党有个马英九同质性，我比你大，我比你帅，我比你年轻，我有台北市长，对吧？形象比你更好。请问你哈，侯友宜是不是选举33%输了？40比33比26嘛？对，好，你同意吧？哈。那现在卢秀燕有没有一点像马英九的角色？柯文哲有没有一点像宋楚瑜？我不要等到1月了，正传媒，我建议正传媒再做个民调。1月判决做就不要做了，因为他不能选做什么民调，对不对？现在还可以选嘛，因为还没有判决。请问你，大家在座都是有经验的政治工作者，卢秀燕、柯文哲、赖清德，现在民调会怎样？今天做民调，柯文哲就10%左右，而不是跟侯友宜的那个时候22开了26，赖清德35开了40，你预估只有10%，我认为就10%，我认为40几、30几、10。我认为今天做，就如果三强鼎立的时候，对，那个时候赖清德是高点，现在赖清德是低点，但没那么低，因为有民进党有时候修饼型就不表态，对，所以简单讲，国民党跟你谈蓝白合不是一味的谈，我要跟你合 ，OK， 联合政府也可以，但也知道自己是多少分量，他能不能拖垮你，他拖你多少，这叫综合圆周的来评估呢，来看蓝白合嘛。小平哥这一段我也经历了，就是当时那个连宋之所以会合，是因为马英九够强，那现在的状况不是赖清德强不强的问题啦，现在如果说黄国昌跟卢秀燕要合，国民党内部要有一个人可以干掉他们2个的民意，这个人是谁？蒋万安嘛，这样子比才适合。另外，我再强调柯文哲在法庭里面不是只讲的什么救灾优先而已，他还骂了很多人呢。他说这个在光复乡啊，国家机器不是让人民要看到这样吵吵闹闹的，这一次打2个人呢，同时打蓝绿这就是小草要看到的柯文哲。这种状况在黄国昌上一辈子都不会产生。黄国昌敢2个都批吗？吓死他了！黄国昌吓死他了。所以柯文哲透过光复乡的灾情，他是2个都骂。OK， 他说很多人说国家机器就是在骂中央，不对，他是连花莲县政府一起骂。所以我才讲柯文哲想要回到2014年他那个所谓的不蓝不绿，蓝绿都是垃圾的那个境界。可是他别忘了，没错，蓝绿都是垃圾，可是你现在是非常非常的污浊。是，我觉得小平哥真的是国民党的良心哦，就是说。他其实一直有踩出一个底线，什么底线呢？蓝白合没关系啊，我大你小。就是说，他其实一直有踩出一个底线，什么底线呢？蓝白合没关系啊，我大你小。所以他为什么？你知道他现在讲的意思就是。他其实是有一点在协助黄国昌啊，然后呢，就是让柯文哲，他就说什么柯文哲1月宣判之后，然后就不能选总统嘛。我跟你讲哦，柯文哲会不会选总统是单一罪有没有10年以上哦，也就是他一定要用违背职务受贿罪判刑。才有可能是没有办法选总统。如果他是不违背职务受贿罪的话，其实就没有这个问题哦。所以呢，小平哥的意思就是说什么？他们现在要国民党内部要变成是不行，柯文哲不行，柯文哲不行，然后就是有一点就等于是认为。如果要选择跟柯文哲合作，选择跟黄国昌合作，当然是黄国昌嘛，因为黄国昌可控。柯文哲绝对不可控，不可控。柯文哲如果不可控的一个情况之下，就像他讲的他今天他就谈不拢的话，好啊，那我就出来选那个2028的总统啊。我如果出来选2028总统，我跟你保证，他绝对10%以上。搞不好到20%都有机会。为什么？我觉得没那个土壤，而且会这一次会有弃保，上次没有弃保，不一样。但是卢秀燕的政治魅力上是没有办法像柯文哲这样。我不认为。这个卢秀燕跟柯文哲状况会是2004年的马英九跟那个。我不需要。今天如果做民调，柯文哲一定是最高点；2028投票那天一定是最低点。因为国民党还是大嘛，所以今天做民调，如果他只有10上下，那他的危害就没那么大。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其实小平哥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贬义柯文哲，然后让黄国昌。我每一句话。都是希望国民党强大跟重返执政，对吧？大家同意吗？对，我补充一下我觉得假设小平哥刚才讲的是对的，现在柯文哲假如只有10%，我觉得在未来的半年到1年之间，柯文哲的民调会往上。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官司就是这样。对，一审就算判有罪，还可以2审，2审之后还可以更审。
柯文哲在还有三审在更审哦，还有3审对，3审到底是重罪嘛？哦，3审还在更审啊，更1、更2，对，所以在可见的还有雨果市长，还有市北科，对，还有很多案子，还有那个台志光，还有不要再提了。可是这些案子，我认为它在舆论上，我讲舆论哦，不是法律上面，舆论上的边际效应是递减的。对啊。可是柯文哲他有的一个利基是什么？明年1月之后，立法院的这所有的立委全部换掉。变成是他的人还是黄国昌的人？这些人是柯文哲的人。柯文哲可以完全让前面2年民众党在立法院的角色跟定位重新开始。而这一些立委的走向配合柯文哲的战略，无论是这个战场要打蓝，这个战场要打绿，这个战场要跟蓝合，这个战场要监督绿，他会更有他的纵深去处理。另外一个，其实他看到了一个点，我认为国民党小平哥等。有一些比较论述清楚，然后有逻辑的，其实有看到这个问题。黄国昌表面完全服膺于国民党，可是已经侵蚀了国民党的基石。过去民众党只有年轻人，可是现在深蓝的看到黄国昌比看到国民党的候选人或国民党政治人物还要嗨。国民党有可能放任国民党，你想象哦，眷村的北北，然后跟现在所有那些，比方说我自己选区有比较蓝一点的里，有绿一点的里，现在蓝一点的区。现在对于黄国昌的那一种嗨，跟对于他的那种热爱，其实是侵蚀到国民党的基石的。那这个状况，国民党一定也不乐见嘛。那柯文哲也不乐见，因为柯文哲看到，好啊，虽然说深蓝的我们赢了，可是民众党真的变成超级小蓝。那这样子下去之后，他战略一定会改变。那我认为柯文哲战略改变的状况底下，白的民调会比现在来得高。我补充一点哦，我昨天参加了一场座谈会。是一个道路要开通座谈会，我里面听到了一个让我非常惊讶的消息。他就是深蓝支持者，他们在互相在谈哦，就像我跟小平哥这样私下这样聊，他突然间一句话让我被我的收听到了，他黄国昌啊蛮有战力，这干脆叫他加入国民党算。这深蓝的哦，深蓝的哦，这不是一个人的声音，就是深蓝的对于黄国昌，他觉得他应该是我们国民党。那你想想看，这种状况柯文哲会喜欢吗？柯文哲不喜欢。柯文哲喜欢当成就是蓝绿中间那个关键的力量，你变成蓝的就不关键了。所以柯文哲为什么说2年条款一到要把黄国昌这一票人在黄国昌领导2年的立法院党团，他把它换掉，因为这不是我要的民众党。而且柯文哲很清楚，当绿营不管是赖清德还是谁，民进党被国民党把民众党当成那个杠杆那个石头搬开以后，这颗石头各位我们在路边要骑一个东西，拿个棒子，你把那个东西顶走以后，杠杆你顶走以后，你会把那个石头带回家，好宝贝啊？没有，就顺路就丢路边。所以我说，柯文哲很清楚，当民众党被顶翻了以后，民进党被顶翻了以后，民众党没价值了。所以柯文哲他要做这种平衡，他一直要做这种平衡，直到他能够有能力挑战为止。在没有能力挑战之前，他一直要做这个关键的力量。但是黄国昌破坏了他的想法。所以为什么2年到了要把这一群人全部换掉？柯文哲要重新布局。但范老师，可是你看啊，因为国民党党主席选举跟未来蓝白合之间一定是息息相关，所以每一个党主席选举的候选人都是言必蓝白合啦这些。像郝龙斌还甚至讲说，他那时候要发文要声援柯文哲以前，还先跟民众党的人大概先打过一声招呼。OK， 所以可是最近几天的一些新闻，我不知道国民党党主席选举为什么搞得这么复杂。然后有人去冒郭正亮的那个账号，然后去骂赵少康，然后赵少康出来告了，就是伪造的一些什么，他就讲一个他就告一个，就已经变成是这个样。但是这显然不会阻挡在国民党未来是蓝白合这样的一个趋势。可是这个趋势，如果照跟小平跟来宾刚才那样分析，所以这边是蓝营就觉得我们就是蓝白合，目的就是把民进党干掉，把赖清德给打下来。但如果柯文哲的想法不是这个样子，蓝白合不是为了蓝白合，是要打掉赖清德，对吧？对，没错。那柯文哲，如果柯文哲的想法跟小平刚才，他显然已经要回到2014，那大家还能够这样毫无间隙的这样合作吗？我觉得蓝白合第一个，我觉得我并不是那么乐观，因为我们看到黄国昌他是甘愿做一个小蓝，对，所以说他基本上是想要进入到国民党里面，然后鲸吞蚕食，所以你看他为什么他当时。他看到这个傅冠希可以摸他头哦，黄国昌在立法院是目中无人呢，对不对？他可以跟这个傅冠希称兄道弟，而且是称弟当小弟，让傅冠希当老大。然后呢，他在受访的时候，看到这个韩国瑜来了，然后立刻说，请大家先访问韩国瑜，立刻就对
这个韩国瑜可以说是卑躬屈膝啊。所以我觉得黄国昌当时的路线是第一个蓝白合之外，他愿意啊这个当一个小的，然后被国民党所驱使，然后他慢慢的进入国民党。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这个节目里面那个谁，那个台北市那个游淑慧，他讲说很多蓝营的人看到黄国昌觉得跟以前看的不太一样，对他有好感，本来对他很讨厌，后来慢慢有好感，这是黄国昌的做法，他有点像是当初这个民国初年的那个共产党1920年成立嘛，很小嘛，联俄容共，当时孙中山就把共产党拉进来，后来孙中山死了，蒋介石发觉这共产党越来越做大了。后来他要清党嘛，所以我觉得黄国昌走的是这个路线，就联俄容共路线。但是我觉得柯文哲不一样，柯文哲就是我在蓝绿之间，我就是等距交往，所以你看到说，在这一次这个花莲的事情，黄国昌是直接批评这个农业部长这个陈景峻，陈俊基他说第一个你位置坐太爽，然后他说呢。现在几条人命背在你身上，你怎么向花莲乡亲交代？而且他说这件事情叫官僚杀人，而且他直接说，这个陈俊基，你做这个件花莲的事情完了之后，你要知所进退。他是直接批评陈俊基他的说法跟谁一样？王宏威一样啊，王宏威也说要陈俊基下台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看起来这个黄国昌是完全跟着国民党站在一起，但柯文哲不是，他是蓝绿各打50大板，所以他在花莲的事情上他是如此，他保持自己的一个纵深，所以我在看就是说，其实明年1月份，应该说明年2月1号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是什么？就是如果黄国昌不是立委的话，他的角色是什么？所以刚才他们党主席吗？空头党主席嘛，所以我觉得说政治人物其实最怕的是什么呢？是没有角色，当你没有角色的时候。你就是高处不胜寒。OK， 你这个党主席虽然位阶很高，我民众党所有的公文不经过你，我所有民众党的人事不经过你，你就是一个傀儡，然后谁在掌权？是柯文哲，所以我觉得现在黄国昌他会被边陲化情况下，柯文哲从交保到今天为止，他讲话有讲到黄国昌3个字吗？没有，他有跟黄国昌并肩而行吗？没有。他们两个有公开亮相吗？没有。永远都是黄国昌走在柯文哲前面然后柯文哲，而且你看柯文哲走出法庭，都还要跟民众握手。我今天如果是黄国昌，我是现任党主席，我应该是跟在柯文哲后面，随时在后，然后给握手，把柯文哲的这些柯粉给他纳归为己。所以我觉得现在而且很重要，黄国昌为什么他说柯文哲坚持2年条款？我今天如果是柯文哲，我说这个国昌你做党主席做很棒，这1年多来你这个可以说是没有功劳有苦劳，而且这个大罢免没有成功，都是归功于你。特别条款让你可以继续当2年，没有所以黄国昌如果明年2月1号他不是立委了 ，OK， 他就是一个党主席了，他就每天在党主席办公室，那我觉得对他来讲是苦不堪言。可是他会在寻找跟国民党的合作，我觉得是极有可能。可是现在对于黄昌来讲的话，冠廷是黄昌。最近大家那个王一川一直咬着他，然后问他说要不要出来解释，要不要负政治责任，要不要什么这些，就是有没有跟监偷拍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对黄昌会有影响吗？非常非常的伤我觉得这是台湾民主化之后非常重大的政治丑闻。这几天其实最新的讯息已经出来了，就是黄国昌的关键对话曝光。这个劲爆在上周5的时候报道了一个内容。这个内容是在2023年的时候，黄国昌跟这几位狗仔在一个群组当中，而在群组当中明确的去指挥了这几位狗仔去跟监的动作，而其中一位的狗仔跟监王一川的4个人当中是同一个人，所以简单来讲，全部兜起来了。跟监王一川的有4个人，跟监时间长达9天，而这4个人当中，现在已经被查出其中1个人是黄国昌他太太的闺蜜，是黄国昌之前的助理。根据时代力量里面的人的爆料，而且剧名的爆料，詹玲宇等等，他甚至还帮黄国昌带小孩，所以是亲信。4个人其中1个是亲信，跟监王一川。第2个跟监的4个人，另外呢，其中虽然不确定是1个还是2个，但至少已经确定有1个人名。这一位跟监王一川的狗仔，我姑且把他叫狗仔，
曾经被黄国昌指挥过，对话也已经曝光了。里面的内容是这样哈，其中2020年黄国昌推动这个公益者推动协会嘛，2022年开始招兵买马，然后透过一位 S 姓记者负责，这写得非常具体哈。然后招募一些当过记者、有跟拍经验的人，就是狗仔啦，然后到这个团队里面。那这个劲爆独家披露的2023的对话记录全文如下：这位林姓狗仔就是跟监王一川4人组的其中一人，而其中 S 姓跟这个记者 S 姓记者跟这个林姓狗仔回报跟监的现场状况。黄国昌在现场讨论说。讨论想了解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回复感谢我离开了，然后林姓狗仔的姓名收队辛苦了。黄国昌说收队辛苦了，就黄国昌你这狗仔头嘛，这是什么好讲的？劲爆如果乱写去告死他，这是政治丑闻哎。五哥，我们之前在刚开始王一川看到这部起诉书，我们大家都只是怀疑。王一川第一时间出来揭露的时候，这个跟黄国昌的前助理同名同姓，也只是怀疑。到现在，媒体是直接掌握到他们的对话，直接标题是下关键对话曝光，黄国昌亲自指挥狗仔跟监偷拍，写到巨细靡遗。我看你们问号，连问号都没有，这是斩钉截铁。如果没有证据，这个媒体跟记者会被告到死。我再跟大家讲更恐怖的是，大家知道王一川根据不起诉书被开始跟监的日期是5月15号，去年。大家知道去年5月15号发生什么事吗？5月15号就是中国宣布制裁王一川的当天。就这么巧合，中国宣布制裁王一川的当天，这些狗仔去租车，同一天呢，所以我觉得这一定要查。第一个，指挥官是黄国昌吗？还是另有其人？可我觉得就是黄国昌了，这写那么具体。第二个，这个东西背后资金来源是谁？为什么？他们声称，他们这次桃园地检署躲过的关键是，他们声称凯斯媒体这4个人叫媒体，拍谁哪门子的媒体？你看在哪？以前的《民报》曾经有给张敬源持有过，可是2024年跟拍王一川的时候，张敬源早就没有持有了。所以在跟拍王一川的时候，凯斯国际没有任何媒体。可当时检察官用说，好，认定你的营业项目有媒体，所以就当成记者，就不起诉。好，那你就告诉大家，那资金来源是哪里？检察官用说好，认定你的营业项目有媒体，所以就当成记者，就不起诉。好，那你就告诉大家，那资金来源是哪里？如果一个根本没有媒体的公司，没有盈利的公司，它可以支撑狗仔队这么多年的时间，如果依照劲爆的报道，看起来从2022年、2023年、2024年、2025年，不知道有没有这一连串这几年的狗仔要花多少钱？几百万、上千万都有可能。谁支持这个资金？我是非常支持王一川提告，要把他查得水落石出。最后我讲，我们大家都有不同的立场，政治上面可能是政敌，可是当你最后用非常下三滥的手段，是用找人去跟监政敌，这事情台湾人是不可能容忍的，除非这整个是一场闹剧，这是假的。黄国昌有什么权利？当证据已经揭露至今，他可以继续讲啊，你王羲之啊，你秀下限啊，我不回答你的问题，这是政治丑闻呢。没有就说没有，你就说你们乱报，我会告你。有，你就要跟大家坦诚，跟大家致歉，跟大家对不起。政治跟监是不对的。五哥最后讲，如果这是对的，如果人民觉得这是可以忍受，我会去请我朋友成立公司，我就一样叫个什么国际，然后营业项目里面有媒体，然后我就养一批人，我所有我选区的其他民意代表我都去跟监，以后谁跟我作对我就跟监。你们觉得可以这样吗？这是不可以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黄国昌好好回应，讲清楚什么一回事。OK， 但慧珍这个当然讲，刚才也提到包括钱的问题，对，包括拍完以后，因为不是在媒体上刊登嘛，是民意代表就小心他们就有民众提供就po出来了，这所有之间的关联性，你觉得会有什么影响吗？我以前是苹果出来的嘛。事实上是这样子我们以前苹果在做所谓的一个这个跟监的采访，我们是不分颜色、不分党派，然后很多讯息是确实会有人来报提供。那你说，比如有人报卓冠廷，那是不是卓冠廷的政敌来报的？事实上我们也不一定知道，有的时候可能知道，有的时候不知道。那依照我们以前媒体的处理惯性，我就跟了有东西我就写。
那但是我们是这样，我们不是有颜色，任何人我们欢迎所有人来报投诉，对，所以我们才会变成是说，哎，我们不分蓝绿白嘛，我们就是毛起来打嘛，然后这就是一个媒体的本色，我们自己出名，我们自己出人，我们为我们的报道负责，所以你这样这才是一个媒体。你知道现在整件事情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或不理解的地方在哪里？第一个，如果你是一个媒体，你照理说你跟监了，你拍到了，你自己报道啊，独家而且是你自己出钱的，为什么要转一手？为什么要丢给别的媒体？后来听说是后来有的媒体就已经不登，因为觉得怪怪，因为你媒体刊登，你媒体就要为这个报道负责，你就会被告。所以后来有媒体不登之后，才会开始流到那个明代的手上去弄。所以我觉得，光是你自己是媒体，你采访了，你跟监了，你拍到东西了，你不登这件事情，那就显然你不想让人家知道是你嘛。那你为什么不想让人家知道是你？是不是因为你不想让人家知道你后面的出资者是谁？那你不想让人家后面的出资者是谁，就代表什么？你的这个的目的不是为了新闻报道，是为了政治上的攻击异己。那这其实是跟媒体就已经没有关系。第二个事情是这个所谓的我跟你讲啊，这件事情瞒不住，因为其实就记者来讲，尤其是如果是我们以前一传媒出来的记者来讲，反正我就是执行，我是执行，但是我不会为你去 cover 什么，因为反正对我来讲就是一份工作。只是你为什么把我的报道或者我拍的东西素材你自己不报，然后你拿去给别人报？那因为对有的人会来讲说有时候以前是这样，就说长官说好，那就先留着，可能在没有打到这个重要的东西先留着。所以这个记者本身他可能你怎么没有报给别人？但是他不会到现在，比如说他搞不好都不在你麾下了，他根本不可能现在去帮你 cover 这件事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镜周刊》有比较完整的东西，因为大家其实就是同出那个《镜周刊》系出同门，所以大家都彼此都认识。只是我现在要不要把东西丢出来而已。那好，这个单位是什么时候成立的？2022年。2022年是什么？台北市长选举啊，丢出来是什么？陈时中，所以这个东西当时成立的政治任务，就是为了要打掉陈时中嘛。我现在看起来感觉是这样，所以好，再来他拿的名片是另外一家网媒的名片，但是就那家网媒的内部记者讲，这些人从来不是正式编的，但是当你可以拿到网媒的名片的时候，就代表什么？你们一定有资金是这个网媒来的嘛，或者是有人是这个网媒来的嘛。好，那很清楚啊。就我知道这个网媒出资者现在也在《镜周刊》，也有出资《镜周刊》啊。所以我现在搞不清楚到底是不是同一批人，怎么回事？水很深。川告下去就知道。对，但是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就我自己是媒体工作者出来的，这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但是现在我觉得媒体已经从我们以前《苹果日报》《镜周刊》那一种不分蓝绿，其实某部分也慢慢的变成大家太选边了，选边到变成。你可能没有跟监，可是你也只打异己的新闻、政敌的新闻，这样子，那你说有没有违法？当然是没有违法。可是现在就变成所有的总和，所有的邪恶出现在黄国昌身上，因为你不仅打异己，你不仅跟监，然后你还冒名，就是你所谓的冒名是，你还故意去丢给别人，然后你不让你真正的出资者浮出台面。你知道这是没有后面那个不能直接在黄国昌身上，因为还没有办法确认这件事啊。是，就是他有没有跟监，有没有什么。这个要等到他出来。就是你是说狗仔的，目前为止就是就好，就是说直接算在黄国昌头上。对，就是说如果《镜周刊》报道的那一个是这个，我觉得这个黄国昌势必要不就告，要不就要回应一下或什么。是，但是我很难讲再继续用秀下限3个字。对，但是我觉得意思是什么？当你有这手上有这个东西，然后你本身是媒体，你却不报道的情况之下，其实就代表着你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新闻报道，而且你是故意不让出资者浮出台面，不让出资者浮出台面。也有可能他的这个资金是谁哪里来的有问题。我补一句除非黄国昌否认，因为这个今天上周五了其实录影时间礼拜5的时候，这个劲爆的报道其实是写的斩钉截铁，甚至直接是讲黄国昌的狗仔集团，然后也直包含说陈时中的那一案，也疑似是这个集团拍的，然后也直这一系列他们的操作方式是写的巨细靡遗。我今天最后想谈的是这个事情，蓝白。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是黄国昌干的，黄国昌如果没有否认，请不要护短，
今天他们会拍绿营的政治人物，黄国昌不会拍你们自己内部的政治人物吗？今天他哪一天跟你们蓝营闹翻之后，这个集团变成就拍你们？今天党内会不会有人被他拍？这变成是他的一个武器哎。请问哪一个政治人物有权利有这样子的武器，可以去对付政敌？我觉得这个事情反而是重点。那好，那因为没有办法确认是黄国昌或者什么，可是如果用假设性，小平，如果照刚才冠廷讲的，对你们来讲之间的合作会产生那个这个事情跟黄国昌不会说都没有关系的，但要是他指使的话，那要告，那要证据，看检察官怎么处理了哈。我认为没有什么，我认为影响不大。好，那我再回到哈。就是我现在蓝白啊，就是某些啦，我不是特指黄国昌的问政哈，就政治哈，政治举例说以前只有3台，3台收视率很高，楚留香我不谈楚留香好不好，可是一个有名的剧就80几%的收视率，然后李登辉要去中国化，然后把所有的事情，把学校啊等等，把第4台弄了100多台，就把它破碎化，所以这社会很破碎。政治人物也破碎，就是有那种大有为的思想，就是有格局的政治人物变得很少，所以很多政治人物怎么样呢？政治不是只有技术，而是要有路线跟思维。OK， 整个方向这样走。可是现在一路走下来，要改变也不容易。但我最后一句话觉得，我认为这个事情但要查到水落石出了啊，这个事情还是不好的事。你跟拍谁都是不对的事情，因为这个涉及隐私就是肮脏的手段嘛，我这样讲哈。那查出来也还黄国昌个清白。我是黄国昌，查出来不是还清白，那查出来是该怎么解释？不是他只是还他清白，我认为总要有个水落石出的一个最后的结果。简单几句话告诉我，政治跟监，因为大家现在这件事，先不讲是谁做，这件事是不是牵涉到政治跟监？政治跟监在民主国家有多严重？我先讲哦，你不要说跟监呐。你光内部群组的对话被人家流出来，那个都已经是轩然大波了。更何况现在有很多的东西会变成，就是说，如果他今天是真的是一般民众爆料，那你爆料就是看到什么讲什么，是哦。那这个当然你说跟公众利益有关，我觉得本来政治人物或公众人物很遇到这种状况，可是你说以政治人物自己本身组一个 team。然后我刻意去跟别人，然后跟完了之后拿来提供媒体。我讲实话，你如果今天我要组一个调查小组，比如说我是一个政治人物，我要组一个调查小组，我今天调查完了所有东西，我个人负责任。是啊，我个人揭露。我觉得他可能争议性不会这么大。但如果他今天有一个政治人物说，我组一个 team， 或这个 team 跟有关，我也跟他谈论内容，谈完了之后，我交给第一个媒体爆料。第二个，媒体如果不爆料，我另外转给别的政治人物。然后这个别的政治人物更麻烦的是，如果他今天所报的东西，第一个跟公益也无关，第二个你自己去延伸跟指涉，讲完了之后发现是个错误，那请问这有没有道德上面的问题？我都不讲，我现在不讲法律责任，我也不讲任何一个人。所以你说老实讲啊，你说跟监啊，水门的那件事情有多少人有多少的政治揣测？我这2天在看那个电影因为电影台啦看到他在讲胡佛，胡佛作为联调局的局长，很多人认为他对联调局贡献很大，但是他也有很多争议啊，那些东西都是见不得光的啊。也就胡佛后来他那个时候，因为他包庇嘛赶快秘书把所有的相关的秘密档案全部嘎碎，为什么？这出来在民主国家是不能够被接受的。OK， 其实为什么讲？刚才讲连柯文哲柯前主席在开庭的时候，都还要针对花莲的事情，他也希望能够表达他的关心。对，那老百姓不希望看到这样。那花莲这一次发生的这件事情，真的远超乎大家想象，怎么会这么严重的一些灾情？尤其是有这么多无辜的国人，然后因此丧命，在这个过程当中。好，现在大家看到了，来冠廷是好，那我们就直接坦白讲，为什么会出现包括卓院长跟傅昆萁直接那样？因为10几条人命，对，这10几条人命，说实话，真的不懂为什么这10几条人命会明明在家里面就这样流失掉。没错，所以这时候大家就一定要讲啦，大家就摊开讲嘛。现在最重要2件事，第一个救灾，第二个就是相关的物资，大家都在募集当中啊。我也借机讲一下，就是其实民生物资看起来够了。
可是消毒的物资非常缺乏，所以现在最近已经我们就一直打电话去问嘛，就是最近就最缺的就是消毒相关的物资，大家赶快过去。OK。第二个，那可是10几条人命，这是天大地大的事情。是我们有没有当时做了什么作为，无论是中央地方，可以阻止这10几条人命不要走？这是大家要讨论的重点。10几条人命，这是天大地大的事情。是我们有没有当时做了什么作为，无论是中央地方，可以阻止这10几条人命不要走？这是大家要讨论的重点。我姑且这样子来分，把时间点分2部分。第一个是台风来之前，第二个台风来之后。地震后衍生湖形成，而台风前的时候，当时无论是中央地方相关开会，找专家来，各个大学的专家、土木系的学者去做了相关的调研。我要跟大家讲，就是我很不想去把岔开，所以我要先前情提要这部分，就是傅昆萁等人讲说为什么不去衍射湖把它炸掉，还是用其他方式处理，本质上就是我们的技术不可行。包含李鸿源教授等人、前部长他们的组的相关团队给的结论就是，最后的最佳解就是中央监控，监控如果有危险的时候要进行疏散，大家必须要接受这个事实。其他的方式，我讲结论不可行，因为汛期来，土质松软，包含过去也曾经有，不管是在这个台湾的其他地方，衍射湖曾经有国军到上面去，甚至被全部活埋，这都有相关的历史在那边，所以它的状况是没办法处理，那就是监控，这个东西大家要先接受这件事，我们才能往下讨论。而李鸿源教授他们的团队讨论出来，认为说没有立即危险，包含陈部长农业部当时这句话被国民党喊着打，其实也是当时的状况。什么叫没有立即危险？专家们评估这一个堰塞湖可能会溃堤的时间点是半年到1年，所以在半年到1年要进行处理。好，那后来变化是在哪边？台风来，台风来的状况底下，唯一在那个当下更不可能有什么及时处理啊。台风来就是做一件事情，就是及时的监控，监控完了之后通知疏散，疏散如果地方政府能量不足，请中央来帮忙，这就是标准流程。所以我跟你讲，没有人想要在这个时间点怪是谁的责任。但傅昆萁在事情发生之后，一连开了3枪。第一枪他人还没回到花莲，自己录了一个影片，先讲中央负全责。第二部分，左荣泰院长在现场，他在现场直接就飙骂，然后直接讲一些无关就是救灾相关的事情，找左荣泰院长吵架。第3次在前进指挥所，大家看到左院长后来动北条，说我们还要去看灾，甩头就走。这3次都是傅昆萁挑起来骂，所以大家会想奇怪了，政治人物的 SOP。遇到了所谓的救灾，前面几天是不可以去谈政治的，大家都一定无分蓝绿、无分中央地方，都是救灾优先。为什么会看到这个画面，直接挑着中央来打，挑着中央来骂？我们后来发现大概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徐榛蔚到了很晚的时间才回到花莲。9月18号的时候，徐榛蔚出发韩国，其实9月19号的时候就确定了台风会接近台湾，而且是中台以上。到了9月20号的时候，徐榛蔚非常清楚，他知道台风有可能会有影响，所以他特别贴了脸书。徐榛蔚他晚回来是一件事，但另外一个我要提的事情是，我们现在一直国民党跟民进党的支持者一直在争结一个点，很多国民党的民意代表现在帮傅昆萁跟徐榛蔚讲话说，你们到了9月22号早上7点才红色警戒，说到这里，对，那这个时间点，我先讲，我认为在事发前30小时通知，这个是一知道资讯，而确定预警系统到那边就立即通知，这没有问题。可是他们现在症结说，你到了前30小时通知，很赶，然后没有及时处理，我们的疏散能量不足。好，如果你要跟我具体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深水区，真正问题在这里。我以前在地方政府也执政过，当过局处所长。地方政府的灾害应变中心的指挥官是非常大的，我们有分3级开设，3级、2级、1级，能量天差地远。徐榛蔚所属的花莲县政府的灾害应变中心，一路到了堰塞湖溃堤，才把它提升到1级开设。而这件事情，据我的了解，在9月21号下午3点钟，中央跟花莲县政府的两边的灾害应变中心要连线，中央一直告诉花莲，你们赶快把灾变中心的等级把它提高。可是花莲一直以还没有陆上台风警报为理由而不提高。我跟大家讲结论，这个台风整个已经过去了，离开台湾从头到尾，
花莲都没有陆上台风警报。当时的理由不是这个台风，是衍射物可能有危险，因为已经黄色警戒了，而后来红色警戒了，为什么都不一级？我跟大家讲结论，跟徐生卫不在台湾非常有大关系。地方政府的惯例，2级警戒的时候，指挥官不会去主持工作汇报，而是由副首长，直辖市就是副市长，花莲县就是副县长或消防局长主持。而1级开设之后，县长除了回家梳洗或者是去会勘以外，勘灾以外，都要待在指挥中心。为什么不1级开设？这第一个问题，因为他不在嘛。第二点，1级开设跟2级开设差在哪里？差在哪？对，差非常多。进驻的单位差了10几个单位。我举几个具体例子。你们知道花莲县政府因为知道慈济的能量很强，慈济跟花莲是密切相关的，他们1级开设，甚至进驻单位有慈济。进驻单位有什么？有中央的中华电信，1级开设有台电，1级开设有甚至这些非营利组织，1级开设有中央的一堆部会，而2级开设大概只有一半，差别就在这里，能量有差别。徐生卫他做这个指挥官，坐在那里最重要要做一件事情，疏散的时候，底下花莲指挥部、后备指挥部他都可以指挥。他应该要讲的事情是，当收到9月22号红色警戒强制撤离的命令之后，他要在指挥中心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强制撤离，我们能量不够，要撤8000人，1000多户，请中央帮忙，派国军、派中央的警察、派人来帮忙撤离。如果徐生卫做了这么多，中央没有做，中央会被骂。可是徐生卫完全没做，他连灾应变中心的等级都没有提升，而整个溃堤了，淹得一团乱了，几百人失踪了，最后他才把它提高到1级，关键在这里。所以我认为你看这个事情我们之前都没有提，就第一时间都知道，因为内政部消防署一直在劝花莲赶快提升，可是我们没有提，反而傅昆萁挑着中央先打先骂，想要先取得舆论的制空权。那这个是后来大家就变成这样了。那请问一下，在上礼拜5的时候，在媒体上面，刚讲到那个疏散的那一块，包括垂直撤离啦这一段。我有看媒体上面有把像刘世芳刘部长在那个过程当中有讲一段话说，那是不是像垂直疏散或是什么水就在家门口过去啊？蓝营针对这个也一直不断针对的讲说，是不是大家有轻忽到？有吗？我觉得假消息不要一直乱传了。垂直疏散是从傅昆萁当花莲县长。那个刘世芳群组里面说，就是看到水严重了才走，没那么紧急，这是假消息吗？哪一个？刘世芳的1有没有这个群组？2内容是不是这样？我没有看到。是这样的话，就是就是说好像不是那么严重。大水来再说。这个要界定是不是假的或真的消息，这是至关重要哦。中央这个内政部长的态度啊。这个要先弄清楚。没有，那时候还没有红色警戒啦。如果是红色警戒，就在会议上。对。来，我讲一下时间点。我们大家不要，我跟你讲，现在大家把事情混在一起哦。现在国民党常常讲8月的时候怎么处理这个堰塞湖，在讲921之前怎么处理堰塞湖。刘世芳现在看起来我不确定真假，因为我不知道，我没看到完整的。可是看媒体报道是9月21号的对话。我们现在讨论的症结是，当中央的预警已经确定红色警戒要强制撤离，9227点之后。确定我想现在就是讲强制撤离这4个字嘛，是9227点之后，那个黄金30小时怎么做？我们要往前面就责我都 OK， 可是922强制撤离之后，能量足不足，怎么处理？这是关键。我们这个撤离才是核心的点。第二个，为什么我讲假消息的部分是？刚刚5哥有提到，就是除了刘世芳以外，另外有提到另外一个点是说除了刘世芳，垂直我特别了解垂直这件事情，现在相关文件也都被披露了。垂直疏散是花莲县政府相关疏散的指导的纲领当中，在傅昆萁县长时期就有做。我认为垂直疏散不是问题，因为垂直疏散就是如果是有淹水来，你紧急的话往高处跑，这不是大问题。问题其实我现在讲的是疏散有没有落实，这才是问题。对，小兵讲一次回应，来，任俊。这整件事情当然现在花莲地检已经分案了啦，他的这个检察长陈家秀跟他的主任检察官唐仲庆事实上也到了，目前遗体是安置在一个生命园区里面啊。其实我讲实话，你去究责，当然在这个阶段我认为他是进入到刚刚冠廷讲的深水区啊。你说都没有做，地方都没有做吗？我觉得这个对地方不公平。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嘛，大家看到马太安溪淹成那个样子。那个惊悚的画面是连马太安溪桥都断了。你有听到任何一个说车子走在马太安溪桥上面被水冲走吗？
没有，为什么？因为桥封了，对，所以代表是资讯其实有出现，所以现在大家反而来争论说，哦，你30个小时、40个小时、50个小时够不够？老实讲，我觉得对一般民众来讲，他真正感受是什么？大家记得当时这个画面吗？哦，坐在柱子上那个无助的，我讲一个他的故事，这个妇人她是马泰安部落的，她发现淹水的时候，她是刻意出门的，为什么出门？她的妈妈91岁，她要去找她的妈妈，她人因为这样被困在洪水里面，她的妈妈也罹难，她的女儿人在澳洲，不知道家里发生这个事，是透过电视新闻看到自己的妈妈坐在这个地方。他女儿班机从澳洲赶回来。今天大家在谈论说30个小时不够，大家在谈论花莲县政府，大家在谈论农业部。你如果真正了解整个花莲的结构，你就会发现到所有的联系没有那么的简单，说我一个通知一个，一个通知一个。花莲有非常多的原乡部落。原乡部落又分为山地原乡跟平地原乡，所有的联系不见得是直接透过说我一定要找过县政府，然后县政府再一级一级的传达。我直接问一件事情：9月23号早上7点18分，光复乡乡公所张元宝秘书，你有没有接到电话，要求你们赶快进行疏散跟撤离？我就直接问这句。光复乡公所现在说什么？有发细胞简讯啊，我们广播了2次。我具体告诉你时间，7点18分，你们有没有接到？这个桥到后来整个的漫上来，应该是在下午3点多的时间吧？那从早上7点到下午3点钟，花莲为什么大家今天在谈灾情？大家都在谈光复乡，花莲只有一个光复乡吗？没有吧？那个沿线整个下来，它经过很多地方，但为什么高度集中在后来大家看到是最末段的那个地方？山地乡的部分，21号开始陆陆续续通知撤离的时候，其实多数都撤，因为他担心嘛，太多的这个，我就只问这件事情：当你们接到这些，你们的具体作为是什么？这种故事，家人要看到电视画面，才知道自己的家人遇到这种情况。你们在那边吵说你30个小时不够，几十个小时不够，我就问问对民众的想法是什么 ？OK， 来小平，不，大家静下心来啊！同岛一命4个字，没有人敢否认嘛。当然。那请问蓝绿政治人物谁讲了同岛一命？我举2个人呐，哈，第一个叫做王定宇。要讲出有杀伤力的话，你不要去拐什么群主哪个绿委出卖你，这就是要得利嘛，想在中央。那冠廷还是比较温和的政治人物，可他从头到尾也都没有讲一个字中央有什么不是。我们就我的浅薄的知识，我是地理系的，我们不妨从地理的角度来分析这个，不要从政治的角度。好。就我的浅薄的知识，我是地理系的，我们不妨从地理的角度来分析这个，不要从政治的角度。堰塞湖是不是因为火山因为大型的走山，特别是地震而有了堰塞湖的积水，就是个临时的一个坝体很松散。堰塞湖的经验是浅薄的，就台湾的专家对堰塞湖也不了解它的灾害。重点是什么？重点那个时候大家估的雨量至少400-500公里吧，那开始在我讲不要讲陆警哦，海警之前台风要来了，18、9号就知道要来了。那时候有没有专家预估这个水9000万吨的水，这个堰塞湖的水下了多少雨，会不会溃堤，会多少溢流跟溃堤这样做？没有人估哦。有啦，没有估啊。林保署说，就算没有下雨，10月初也会开始溢流。那请问是10月初垮还是923垮掉的？所以刚刚就讲说没有人预测这么危险，是不是？因为
这个，那我们是不是要怪专家？不是这样谈，因为那个地理的东西，那是很多的预估值，但只有料敌从宽。如果中央料敌从宽，地方料敌从宽，说不定就不会死那么多人了。那已经发生了，你该负的责任，中央地方都要负。但那有没有一个堰塞湖的中央地质调查所有没有出来？调查的地质怎样？那水利的单位怎么样？我认为这个都要来谈。那我认为这样子才是比较公正的事情。我赞成小平哥讲，就是我们有没有提早，尤其中央政府给地方给他疏散的依据是有的。因为台风后来来了嘛，就是中央是921的早上8点半，中央2级开设。那919的时候，大概就是已经确定台风会来。那他们那个监控一直都在了。我讲时间点，9月21号，其实礼拜日哦。林保署就已经确定了堰塞湖的影响范围，然后把所有的相关资料提供给花莲县政府做撤离的参考。那当天的早上11点，农业部通知花莲县政府，这个堰塞湖已经黄色警戒。那我依法行政啊，黄色警戒没有强制撤离的权利，可是就通知他们，那就要赶快准备了嘛。我插一句话讲，对不起，黄色警戒，对，就表示根本没有预那个这么大的灾害，就黄色警戒，就我们还在预估中，整个垮掉那种知识是没有的。没有921的一早是提供给花莲做撤离，就是淹的话可能会淹到哪里的参考，但是它随着水位的不同，有黄色警戒跟红色警戒，所以921的11点通知黄色警戒，922的早上7点发动红色警戒，它这个都有相关规定的，然后就清清楚让大家知道有啦，这个都有通知啊。OK， 来将军，我们高阶指挥官到第一线去视导防务，我们要听到连长或是班长跟我们讲说，报告长官，我现在还缺多少口粮，缺多少子弹，缺多少水源，我可以扛住这个防线，而不是说，报这跟我无关啊，都是那个第3兵他不好好守，那个第5兵他摸鱼他睡觉，这都跟我无关。我们遇到这种干部，你说我们心里会怎么想？不要跟我讲理由，现在不是讲理由的时候，现在是怎么样扛住这个灾难，这是到第一线去勘灾指挥官亲临前线要听到的东西。所以说，一个进入状况的地方的指挥官，应该中央长官一来，我手上很多数据，我现在缺多少多少物资，我现在缺多少人力，我现在什么地方有很多的基础，要优先投入兵力，这叫做专业进入状况的指挥官。所以我才说，这一场这个光复乡的这个水灾你看到的一个状况，就是官员，尤其是县府的官员，第一线指挥官，你要进入状况。而不是你看到长官一来就吵架，表示你不进入状况。所以我说不是推责，不是救责，先救灾救责，后面再说。但好了，慧珍讲白一点，有很多人都说，大家现场会那样，那是因为舆论战的问题，总是要让所有的民众看到的是，我们没有理亏，我们真的有做，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吗？另外，花莲发生这么大事，一定会有各方，因为我知道，包括中央卫福部也有开设那个募款专户，其实花莲也有，就都有。但许正伟抛一个就把它给撤掉，就这些事情是不是点点滴滴都是会引起大家讨论？因为第一件事情为什么那个傅昆萁要在那边吵架？他就是要去掩盖大家，他不希望大家去讨论一件事，什么事？就是真正的花莲的父母官徐正伟引爆，事实上整个过程里面是不在台湾的。从9月22号据说晚上回来，但是刘世芳打了一通电话。9月21号，刘世芳打了一通电话。然后呢，那时候已经是2级警戒了。然后呢，就说，那是不是要赶快请他回来？后来是9月21号的时候，那个傅昆萁就说，那个部长打一通电话，他那个徐正伟马上就要赶回来的路上。但是9月22号的7点就已经是红色警戒。那中央也开始1级开办。那1级开办的情况下，连赖总统都已经进驻到中央的一个指挥中心，结果地方父母官徐正伟人。起码在傍晚以前，人还没有到花莲。所以换句话说，花莲的1级开办是什么时候办的？就刚刚其实有特别提到嘛，你1级开办，你这个为什么很重要？你没有1级开办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去强力去就把这个人群给强制去就带离开嘛。那这样子，这所有的东西就扣回到，因为傅昆萁不想让人家讨论这件事，所以他就是先把时间拉到8月份的时候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其实就越来越清楚。那你提到的
这就是我都不知道我自己的文采那么好，我就说县长救灾慢半拍啊，募款账号马上开啊。因为在那个9月24号的时候，还是23号的时候，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我们还在这个录有台节目在讨论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看到46分钟之前，竟然徐正卫开了一个募款账号。我心里想说，天哪！整个台风的过程，你到了9月22号晚上，据说才回来。然后呢，你竟然第一件事情就在，而且他开设账号的时候，如果我印象没记错，那个在新闻报道。还有100多人是处于失联状态。我请问你，哪一个地方父母官正常的会在你还有100多人失联状态，你的第一件做的事情是开募款账号？那代表什么意思？这根本就是你根本没有心思要去救了嘛。所以人家会觉得，为什么会让人家觉得你吃人血馒头？还有为什么大家会对于网络上很多人说不要捐给花莲，不要捐给花莲？还记不记得在大罢免的时候，童子贤就说。他那个捐款，他说很奇怪，在花莲很奇怪，他捐款给那个这个学校国小竟然通常会说谢谢你，谢谢你。国小竟然说你千万不要直接捐给我们，你一定要捐给县政府，一定要捐给县政府，然后县政府来决定钱，不然的话我们会被县政府骂。怎么会有这种事？所以童子贤才会觉得奇怪。结果四三猫就发现，这个是2018年的时候当时的地震，那时候地震你看。所有募款金额是多少？快要28亿、27亿8千多万。结果呢，到了2年之后剩15亿那剩15亿，但你可能有一些怎么用？结果没有想到，在隔了1-2年之后，竟然剩下你看灾难发生之后4年8个月剩2亿，剩2亿其实你好好用，你盖了很多也没关系。问题是你用掉了26亿，到底用去哪里？没有公开账号，没有公开账目，没有公布你的所有的支出的来源，难怪大家会担心，因为这个黑记录太多了。OK， 来范老师最后1分钟，花莲。对，的确，2018年的时候，刚才慧珍讲28亿，但是因为使用上被很多人质疑，甚至刚才讲过，监察院也去调查了，所以我们看到去年的04、03的地震剩下7.9亿，就是大幅下滑嘛，本来是28亿变7.9亿，所以而且这7.9亿到今年3月为止还剩下4.2亿没有花完，所以大家就怀疑说，到底你这个经费到哪里去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这次徐正卫他贴出了这个募款的公告，随即网络上大炸锅了，他赶快把它收回来。大家就对于花莲县政府不信赖嘛，有多少是天灾，有多少是人祸呢？我觉得现在大家感觉起来，那个人祸的可能性可能比天灾更大。OK， 对于花莲，你长期的印象好山好水，但是呢，最近尤其像这一次所发生，让所有的国人呢，大家都不忍卒睹，发生像这样一些事情，尤其10几个国人的性命。好，那不管是您是要捐款，对中央有开设。那当然，花莲县府也有开设。其实只要能够到灾民的手上，能够让灾民包括灾区能够真的利用，那大家都乐见到是这个样子。但不管怎么说，责任厘清以前，现在灾民所有的生活的状况尽快能够复原，然后包括现在淹水还在那个地方，该怎么样解决，避免后续还有任何一些的风险，这恐怕是眼下当务之急。非常谢谢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谢谢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